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人性的呼唤。最近的一次主日聚会中，我们讲到福音的内涵以及人得救的条件。一位服侍教会多年的弟兄分享了他服侍的经历，让我更明白了自己是如何接受福音并且得救的。10几年前，一位姊妹来到当地大学教书，在起初的1、2年里，她在校园的查经班里带查经。这位弟兄受邀来到他的班上，听他教导圣经。当查经结束后，他问了这个姊妹2个问题。从此以后，这位姊妹就不再做圣经教师了，而来到教会生活中，一直到今天。另一位姊妹自年幼就为主发热心，后来甚至到非洲做宣教士，并且打算嫁给当地人，一辈子在那里宣教。后来因为疾病而不得不回国治疗。在这个期间，一个偶然的机缘，弟兄遇见了他，也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位姊妹就此打消了回到非洲做宣教士的念头，而进到教会生活。另有一位弟兄曾经杀过人，出狱后住在一个简陋封闭的社区里，加上他犯罪的背景，所以没有人敢去接触他。然而，这位服侍的弟兄知道以后，并没有因此停下对他的服侍，主动关心他，带他去聚会。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忽然问：你们讲爱神、爱主，爱是什么意思？接着说，他一辈子都不会结婚的。然而，几年以后，这位弟兄恋爱结婚了。是什么使一个意气风发的圣经教师停下了他引以为傲的圣经知识和教训？是什么使一个热心宗教的宣教士冷静下来，放下他的宗教事工？又是什么使得一个粗鄙罪恶、人性破产的杀人犯恢复了对爱的知觉和享受，而经历从未体验的真实人性呢？表面上，这3个弟兄姊妹蒙恩的经历各不相同，可是让他们得救的只有一个，就是这位弟兄的话中带着被主点活供应的鲜活人性，临到了在人性里因饥渴而变得麻木冷酷的将死之人。是基督成为人，经历死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到人的里面，成了人的一线生机，恢复了人性，恢复了人认识神、认识活着的意义的入口。这3个弟兄姊妹在遇到那个真实人性的那一刻，他们里面的灵被点活了。灵里有基督在神性里调和的人性，人越接触灵，他的人性就越丰富、越敏感、越成熟。在那个真实的人面前，神学的道理、宗教的狂热、人心的险恶都土崩瓦解了。埋藏在里面的那个宝贵的人改变了，被唤醒了，放下了坚持，放下了挣扎，起来跟随了。那个被唤醒的人就是这样继续的成长，是那么简单，那么有力量。主啊，谢谢你，这位永远独一的神，穿上了人性，在你选定的时间里亲自拯救了我，将我麻木死沉的人性点活了，并且安置于你宝爱的召会中，继续被你滋润浇灌、养育并建造，
直到你回来。我凭着我的灵，我的真实清醒的人性来到你面前。这个人性的呼唤是我得救的福音。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